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龚俊马思纯连环提问，李沁的导游初体验。最近《花儿与少年》里李沁当导游的片段引发热议，龚俊和马思纯全程导游不离口，从早餐问到路线，连能不能罢工都要请示，把李沁问得哭笑不得。这段看似调皮的互动，实则藏着同伴间的温柔默契。龚俊先是假装酒店和车都没订，想逗李沁紧张，谁知李沁一秒识破，笑着戳穿他，戏要做全套，你从出发就说机票没订，英文不会，这套路我早看穿了。马思纯则在旁边见缝插针，可以不出发吗？得到李沁爽快的可以后，他反而笑出声，连连夸导游你怎么那么好。这些看似随意的玩笑，悄悄化解了初次带团的紧张氛围。仔细观察会发现，他们其实在用独特方式帮新导游适应角色。频繁的导游称呼像在帮李沁做呼鸣反应训练，各种突发提问则像在预演可能遇到的状况。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后来的从容应对，李沁在欢声笑语中完成了心态转换。这种互动比正经的教学更有效，人在放松状态下学习新角色，往往事半功倍。真人秀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完美流程，而是这些即兴的互动瞬间。龚俊和马思纯看似调皮，实则一直在传递一个信息：没关系，你可以放松，我们陪你一起。而李沁的好脾气接招，也展现了他懂得接纳的智慧。他没有强势控场，而是允许自己偶尔接不住，允许伙伴用玩笑表达关心，这种柔和反而让团队更快暖起来。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会遇到类似情境，无论是职场新人还是项目负责人，刚开始总会忐忑。这时候，有几个像龚俊、马思纯这样用玩笑帮你放松的同伴，实在是件幸运的事。他们用轻松的方式帮你熟悉流程，用笑声化解你的不安。这种同伴间的默契，比任何正式培训都来得珍贵。下次当你面对新挑战时，不妨也学着用轻松心态接纳一切，就像李沁那样，接住同伴抛来的每个问题，在笑声中慢慢成长。毕竟，最好的学习往往发生在最放松的状态里。花少期3站导游表现对比，张晚意输给李沁，而李沁输给了龚俊。花少期节目过半一共经历了3站3位导游，从最初的马达到埃及，再到捷克，从龚俊到张晚意，再到李沁，3位导游各自表现在观众心里已经有了评分。今天就来给他们的表现排个序。张晚意表现最差，如果要从3站导游中选出一位表现最差的，只能是张晚意。张晚意在埃及站导游的表现不算出色，深挖后有几个比较大的槽点。首先就是大家出行的时间问题，作为导游却无法精准估计出行时间，导致预计出发时间提前了40分钟。这个时间剩下来本可以用作大家休整。其二，自主执行能力略显不足，与人交流、订酒店、订餐厅，自己无法独立完成，都需要依靠大哥龚俊帮助。在导游这个职责上，其实并没有完全扛起大旗，整体行程体验感略差，游学强度过大，在埃及站顶着40多度的高温打卡，直接让几位姐姐和妹妹原地中暑。张雅琪更是直接叫队医了。当然，这和当地的温度节目要求有关，还不能完全怪导游的安排不合理。但是作为导游，完全可以和节目组进行沟通，选择一种最合理的方式完成任务。当然，张晚意的导游也有可圈可点之处，比如在吃饭省钱上非常有心得，选择当地性价比高又好吃的餐厅，大家赞不绝口。
订的酒民宿也是深的大家认可，宽敞明亮不拥挤，保证大家的休息质量。主观上的为他人着想品质也有，但综合表现略差。李沁表现中规中矩。李沁是捷克站的导游，也是继续延续节目的新规则，由上站导游评选出来的。但是李沁被选上导游之后，其实丝毫不慌，因为他同时拥有2位导游助理龚俊、张晚意辅助。按照常理来说，虽然这站他舍弃了花钱请当地地陪，但其实比前2站导游工作更轻松。但他导游的表现却只能算中规中矩。问题依旧是张晚意的老毛病，缺乏自主执行能力，太过于依赖龚俊。最主要的事情自己一样没做，反而全抛给了龚俊和张晚意。沟通、订酒店、订车、订餐，几乎全是龚俊一个人包圆了。另外大哥龚俊还得顺带送大姐那英去机场，去机场接大姐回家，偶尔还得为大家做早饭。感觉导游换了几位了，所有的事并没有平摊到导游头上，还是压在龚俊一个身上。而且算账也不用自己操心，有妹妹张雅琪帮忙。所以李沁这站导游更像是甩手掌柜，只需要动嘴吩咐2位助理该怎么干就行了，自己则只需要在一旁带队提供一下情绪价值，偶尔统筹一下团队具体走向就行了。但他的表现算下来仍然比张晚意要略强。强在什么地方？强在让大家的体验感拉满了。李沁这站导游主打的就是一个慢节奏舒适，没想过要为下一站省下多少经费，所以在团队的体验上就显得比较上心了。带大家吃冰淇淋，慢逛布拉格，走累了还顺带让大家做一下泰式，在整体的体验感上是3站当中最好的，连马思纯都直呼过得真的太舒服了。双引号。但是别忘了，体验感好并不代表他导游当的就出色。换个角度看，其实他只是赶上了一个好时机，大部分的问题都丢给了2位助理处理，所以能做到这样真不惊讶。换做其他2位导游在这一站，相信都不会太差。根据他当导游的个人表现，只能说中规中矩。龚俊表现良好。为什么能把龚俊导游的表现放在首位？其实真不是偏爱，而是实事求是，他值得。双引号。对于首站导游其实是最难的，因为没有可以借鉴的例子和吸取的经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龚俊导游的完成度依旧是3位中最高的。首站弟弟张晚意作为助理一直在运车，除了搬行李能使上劲以外，其实对龚俊的帮助并不大。而妹妹张雅琪也还没有接替算账这份工作，订酒店、订餐、安排行程，龚俊其实都是在单打独斗，一切事情自己都在亲力亲为。分内的工作已经精疲力尽，还得兼顾大家的饮食起居，在自主执行能力上是3位导游当中最强的，在自我奉献服务能力方面也是几位中最高的。略微差强人意的就是全员体验感略差，但从能力、服务精神、情绪稳定、导游完成度看却是最高的，被排在导游的第1名，实至名归。